俄罗斯的军用飞机出口急剧下降，局势还有办法挽回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美国防务1号网站发表文章声称，俄罗斯的航空军工产业的出口前景因为俄乌冲突而遭受到重挫，西方的制裁正在对俄罗斯的航空航天产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国际军机市场也将迎来新的大变局。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的领导层还在推销苏57重型隐身战斗机。有消息称，苏57依赖于从韩国进口有源相位阵雷达的 TR 组件，而现在来货渠道已经中断。实际上，韩国生产的 TR 组件并不先进，它是早期有源相位阵雷达才用的组件，而现在的新型 TR 组件已经发展到了第2代、第3代了。尽管如此，就是第1代的 TR 组件，俄罗斯到目前为止也搞不定。这只是苏57产量很低的原因之一，何况它还是一款没有完成试飞的产品，许多试验项目要到航空兵部队继续进行测试，某些地方存在着短板，因此该项目目前失去了中东客户的投资，只能在模型和计算机图形学中实现其目标。苏35是俄罗斯唯一批量生产的3代半战斗机，这是俄罗斯标志性的重型战斗机。尽管其在乌克兰上空的战斗记录好坏参半，但起码有一点还是值得人们关注的，那就是驾驶苏35战斗机的一名俄罗斯飞行员成为了本世纪以来世界上首位双料王牌飞行员。这名飞行员在空战中连续击落了12架乌军飞机，这个可能是苏35的一个最大亮点。然而，苏35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的过程中，损失也不小。受俄乌冲突的影响，很多国家尽管表示出对苏35有兴趣，但是由于他们害怕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因此在未来10年内，苏35都很难实现大规模的出口。那么在未来10年内，除了伊朗会购买，那么其他国家都要三思而行。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只能用苏35与伊朗进行无人机换战斗机的交易。俄罗斯战斗机不好卖，还有一个重要的大环境，那就是传统战斗机的采购国今后会更加看重无人机和其他较便宜的精确制导弹药，这又是俄罗斯军工没有优势的地方。俄罗斯可能会向伊朗提供60多架苏35，以换取数千架无人机。这也是俄罗斯空天军转变作战观念的重要标志。梅堪认为，西方的制裁正在对俄罗斯的航空航天产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制裁削弱了俄罗斯完成下一代战机的开发能力，更不用说大规模的生产了。许多俄罗斯的制造商依赖进口的先进机床以及西方飞机的零部件和子系统，而这些零部件、子系统和机床今后将不再能合法的出口到俄罗斯。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的战斗机出口还能挽回退势吗？恐怕比较难。它必须解决4个问题：一是尽可能的结束俄乌冲突，以减少西方国家对那些进口俄罗斯武器国家的外交压力；第二，要将现在军工产业中对西方供应链的依赖改为自产或自研，但是这些都是要花较长的时间进行调整才能实现的。第三，是俄罗斯的军工还需要为俄军补充在战场上损失的飞机。第四，俄罗斯的军工产业需要证明俄制战斗机仍能够适应未来的作战战场，为此需要弥补其机载电子系统落后、缺少先进预警机和精确制导武器的短板。另外，一些小的国家未来的空军发展可能会出现无人化的趋势，也就是把资金的重点放在相对比较便宜的无人机领域，而这样一来就有可能会蚕食有人驾驶战斗机的市场。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军工产业在战斗机的销售领域比俄罗斯的前景要好，能售卖的主力战斗机包括枭龙、歼10C和 FC31，
目前，中国的无人机也在全球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未来，我们还有可能出口非翼式的隐身无人机。不管俄罗斯的军工未来如何发展，中国都要想办法抢占世界战斗机市场，因为我们不能因此而便宜了美国和西方。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